魏无羡翻身坐起，随口说：“我在追我的前男友，不知道他对我这个渣男前任到底是什么想法，要怎么样才会接受我的再次追求？失眠不是很正常吗？”蓝忘机，魏无羡，他心虚地避开视线。不是前男友。蓝忘机道：“明天和我去医院。”魏无羡，等等，更睡不着了好吗？他一脸懵地躺回床上，连灯都忘记关了，思索蓝忘机到底是个什么意思。谁知蓝忘机又回来了，手上插了包蒸汽眼罩给他戴上。闭眼，魏无羡双眼被遮住，隐约透过眼罩朦胧的材质，感觉到蓝忘机关了房间灯光，陷入沉沉黑暗中。而后床边有人坐了下来，一双手轻柔按摩他的太阳穴。静谧的黑暗中，他只能感受到蓝忘机双手的力道和指尖温热的触摸。从被子伸出手顺着往上摸，从筋骨分明的手背握到了掌心，相贴的瞬间，心脏跳动也仿佛同频。蓝忘机，不是前男友是什么意思？魏无羡感觉到自己手指被攥紧了，紧张的口干舌燥。我以为这10年是默认的分手，以为蓝忘机或许在这10年里会遇上别的什么人，以为蓝忘机对他这个前男友心怀怒意，态度冰冷，以为10年后点点滴滴是因为分手后蓝忘机依旧和他一样留恋过去，以为他正在追回蓝忘机。但错的离谱，错在魏无羡一厢情愿。蓝忘机说：“我并未同意。”正式交往是在魏无羡18岁生日后，酣畅而后遗症严重的宿醉之后。魏无羡被自己暗恋多年的蓝二哥哥亲在嘴上，目瞪口呆，连开机都慢了半拍。对于谁先告白这件事情上，两个人的想法其实不太统一。魏无羡的说法是：“你当时都把我亲懵了，没有想到你平时看起来冷若冰霜，内心却热情似火。二哥哥，你是不是暗恋我很久了？”蓝忘机欲言又止，并没有反驳，但事实却有天差地别。当晚魏无羡难得酒醉后的情景确实无人得见，如果要让蓝忘机选出人生失态场景排名，那天晚上可以排个前3。被酒意熏染得像个醉猫的少年扒着他不放，谁来劝都不好使，只能任由蓝忘机将他抱回宿舍。清风明月小卖部，朗夜疏影卷帘门，3两学生在操场漫步，宿舍灯火通明，而魏无羡拉着蓝忘机躲在暗影中，睁大一双朦胧的醉眼看着他。蓝忘机。魏无羡像是随口一喊，低头开始喃喃自语：“孤山寺北。”蓝忘机没听清，什么？魏无羡靠在他肩膀上，将蓝忘机工整的校服抓出褶皱：“孤山寺北贾停息，我是真的喜欢你。”沉默是长久的，或许只有和蓝忘机面面相觑的墙上的影子，才读懂他那一刻脸上的惊愕。但魏无羡只是喝醉了。喝醉的魏无羡抬头看他，双眼漆黑而清澈，倒映着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蓝忘机。带着湿润气息的唇落在蓝忘机唇角时，几乎以为是明月中的一场梦。魏无羡借着酒意吻他，说：“蓝忘机，我好喜欢你。”蓝忘机不知道这是不是又一次的玩笑，他每一次都当真。他接住自己的小狐狸，在难以抑制的心动与忐忑中，在魏无羡唇角留下咬痕。魏无羡在一次次玩笑中，终于得到了认真的答复。蓝忘机在他宿舍等到第2天正午，补课补到天昏地暗的高3学生珍惜仅有的假期，争先恐后已经拖着包离开，整层楼安静的只有2个人。滴答滴答滴答，时针落下一刻，魏无羡的眼皮也开始缓慢动了。蓝忘机仅仅犹豫了一个片刻，在对上魏无羡双眼的时候，下定了决心，低头用唇齿吮吻他牙印未消还有些肿的嘴唇，留下一点如诗。魏无羡，怎么回事？他迟疑了足足10秒钟，才一把裹紧被子翻身滚到墙边，惊慌失措，口不择言：“蓝忘机，你是蓝忘机吧？你是不是被夺舍了呀？”急急如律令：“蓝忘机快醒！”蓝忘机，他问：“你忘了吗？”“我怎么了？”魏无羡惊疑不定：“我撒酒疯把你强吻了。你说喜欢我。”蓝忘机轻飘飘看了他一眼，却把魏无羡看得浑身发毛。又是玩笑，他说了好多次喜欢，每一次都是用开玩笑收尾。蓝忘机配合他的玩笑，一次次将期待和喜悦收敛，变得八风不动。但是
蓝忘机说：“无碍，我当真就好。”混乱的告白终结在魏无羡面红耳赤爬去刷牙上，宿舍的镜子破破烂烂，都裂了一半，都有些不配照到身后的蓝忘机。魏无羡含着牙膏沫子发了会呆，转头看蓝忘机含糊说：“一言为定哦。”蓝忘机在他漱口后上前，在狭小的宿舍卫生间交换了薄荷牙膏味的亲吻，推开含住魏无羡的舌尖，轻轻咬了一下，不反悔。魏无羡心想，谁反悔谁是傻子。几年后坐在飞机上，魏无羡很认真地给自己做了个评价：傻子。